风有信，去月无边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。在这个阳光明媚、春光灿烂的日子里，人鱼之森迎来了最后2集，前女友也要跟大家再见了。我们下一部番剧再见。最后的故事走起，人鱼之殇。永泰跟真鱼在坐火车的时候认识一个小孩，小孩说自己是来找自己妈妈的。下车之后，果然漂亮的妈妈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了。一转眼2年之后的冬天，小男孩的身上和家里血迹斑斑，妈妈俨然是被杀死了。他神情冷漠地清洗着血迹，谁知第2天保姆雪芝一来，他妈妈竟然又复活了。小男孩十分惧怕妈妈的样子。另一边，永泰在工地干活，打听到的情报是海上曾飘来奇怪的尸体，有着人的身体，鱼的脸。永泰怀疑这一切都与人鱼有关，结果刚进屋就看见雪芝带着小男孩走了进来。2人回忆起曾与小男孩有过一面之缘。大婶说起男孩家里有个传闻，夫妻在海上发生过游艇相撞的事故，丈夫当场去世，妻子大面积烧伤，但是没2天竟然活了过来，而且过了一阵子就恢复了原来的容貌，这是非常离奇。在家做饭的雪芝忽然看见家里太太拿着剪子就要杀自己的孩子，她赶紧去拦了下来，还好紧要关头永泰救下了小男孩，自己却被划伤了。小男孩不想妈妈被抓走，所以坚决不报警。永泰决定跟太太谈一谈，他告诉太太他吃过人鱼肉，活了500年。太太正有话要说，男孩却忽然跑了进来，询问人鱼肉是什么。太太表现得很谨慎，似乎不希望男孩听到什么。没过几天，雪芝就传来了好消息，她要结婚了，所以要提前辞掉保姆的工作。大家看见雪芝的婚戒都很替她开心，因为担心男孩再被伤害，她希望永泰以后能够帮忙看顾一些。晚上，雪芝跟太太说了要结婚的事情，男孩偷偷听见了，他表现得十分难过的样子，然后递给雪芝一块肉，让她吃下去。当永泰和真鱼赶来的时候，这里已经出现了一条半人鱼，他抓伤了太太。永泰让真鱼赶紧带着孩子跑，太太却忽然冲过来，咬住了孩子的肩膀，阻止他离开。真鱼救出男孩以后，本想回去救永泰，但是男孩看见真鱼脸上的伤口自动愈合了，他告诉真鱼他有能杀死半人鱼的毒，让真鱼跟他去拿。另一边，永泰杀死了半人鱼，却看见了尸体上掉下来的戒指，那明明是雪芝的婚戒。永泰悲痛万分，他询问太太事情的真相，太太这才透露，原来小男孩才是最终 BOSS。 他第一次遇见小男孩是几百年前，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孩子，正在悲伤绝望之际，小男孩出现了，并给了他一块肉。他吃下以后没觉得什么，自那以后小男孩就对他很好，2人相依为命。后来他终于发现了事情不对，小男孩永远也不会长大，他身上的伤口也会自动愈合。男孩告诉他，那天喂他吃的就是人鱼肉，而小男孩早已经自己吃过了。带着长不大的孩子，2人每2、3年就要换地方生活。他试图勒死小男孩，但是小男孩会再次复活。他也逃离过小男孩，嫁给过别人，过正常的生活，但是游艇发生了意外，这都是小男孩的阴谋，他永远也无法摆脱控制。后来他的身体愈合得越来越慢，需要复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他必须吃人鱼肉恢复之前的体质，但是小男孩死活不给他，甚至想杀死他，然后再找个人代替他。其实他早就活够了，但是为了防止男孩一直拿别人做实验，一定要抢到他手里的人鱼肉才行。话刚说完，太太就死了。此时男孩终于对着真鱼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，真鱼发现他的伤口也可以自动愈合，他电晕了真鱼，并把真鱼绑了起来。为了留住真鱼，他准备把永泰的头砍下来。此时的永泰也在寻找真鱼的路上。上半集的故事到此结束了，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。小男孩活了800年，活成了腹黑。你看永泰活了500年，除了撩妹啥也不会。这集最心疼的还是2个小姐姐，雪芝在幸福婚姻到来之前被小男孩害成这样，活了这么多年的女人也一直没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2个人都是悲惨而终。小男孩这次又选中了真鱼做妈妈，下一集永泰就要被小男孩虐了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我是你们顶亲亲的前女友，我们有缘下期再见，长按点赞，素质3连，我在这里等你哦，皮心心。